管它黄河去何龙，荒凉啊一梦，风云在变，洒向人间是缘由。望一叶扁舟，任我去遨游。小小遥遥天地，我尽自由。共饮一杯酒，人间本来情难求。相思啊难了，豪情再现，乱云飞渡人间游。画一叶扁舟，谁愿与我共逍遥？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不如与天尽自由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不如与天尽自由。刚才吕洞宾好像要杀我，幸亏有你在，不然我连命都没了。我都跟你说过了，你要人家相信你，你就得自己证明给人家看。你不是说我已有学道的条件，今天要带我入门吗？怎么带我来这地方？这里呀，就是你修道的地方了。你一定要经过这一关，才能算真正的得道。原来你要考验我。道可道，非常道。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你说什么我不明白。以后你就会明白了。那，我现在想跟你说的是修道最重要的事：眼不乱看，鼻不乱闻，嘴不乱说，耳不乱听，身体不乱动。这样心意才能集中，懂得手中的道理，才能了解天道。哎，谢谢你变出一块冰，凉快多了。唉，看来你的心境还未宁静。所谓心静自然凉，你一定要学会用意志去克服。那，你现在就在这里把这块冰雕成一个罗汉。什么？你要我在这个温泉洞里雕冰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你忘了铁棒磨成针的故事吗？这怎么一样呢？怎么会不一样呢？只要有毅力呀，一定能成功的。那我就听你的，我尽量试试。啊！哇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仔细看看。啊！你是妖怪化身的，所以罪恶之根还未尽。这罗汉能够帮助你消除邪念。只要你把手放在冰上，它就会变成一把刀，在你身上割。直到你心无邪念了，痛楚才会完全消失。那，你现在想放弃呢，还来得及哦。我是不会放弃的，我求道的心是不会变的，我再也不想做妖了。好，有决心就行了。白牡丹是人，穿山甲是妖。要不是为了你，他怎么会由仙子变成人？你现在还要执迷不悟地缠着他？我是要渡他成仙。我怕你只会害了他。我做的事就不对，那你自己呢？你明知道穿山甲是妖，仙人与妖怪怎么可以同道呢？他现在已经有了悔意，为什么不能给他机会呢？他很狡猾，说不定只是想博取你的同情。你为什么要用怀疑的眼光来看他呢？他想走回正道，我们应该帮助他，而不是把他推回邪路啊。那我呢？我一心一意想要帮牡丹，我想赎罪，你又怎么看我？你还不是用怀疑的眼光来看我？千年情劫，
你有这个结束，难道你忘了吗？万一你又连累了牡丹姐呢？我不会再动情了。你真的不会？你为什么对穿山甲有信心，对我就没有呢？不是，因为我怕我们会再连累他。上次他是为了帮我，犯了天条，被贬入凡间做青楼女子。他今世所受的苦，都是因为我害了他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度化他，帮助他重返天庭。是我太紧张了，刚才的语气重了些。我一想到穿山甲杀害小人参精，我心里就不能够原谅他。连菩萨都说小人参精不是穿山甲杀的，况且仙人是不能有戾气的。你肯定穿山甲是真心想改过？我看得出他是有诚意的。那你呢？你肯定不会对牡丹姐动情。当然不会。好，彼此遵守诺言，各不干涉对方，功成身退。这本《道德经》你拿去慢慢看。不看了，我要回去了。你要回去哪里啊？你也真坏呀，现在还扮不知道。你在说什么？刚才春英姐来找过我，她说那王丞相暴毙死了，我现在什么都不用怕了。你也真是啊，这么好的消息也不告诉我，难道是你把他给杀了？你到底在胡说什么？是也好，不是也好，反正那个王丞相作恶多端，想杀他人多的是呢。你真的要回花锦楼？当然了。你干嘛这么严肃啊？你昨天才跟我说你要洗尽铅华，怎么今天改口说要回去了呢？我刚才是开玩笑的。对，我昨天是这么说啊，不过我今天回去啊，不是要接客人啊。哎，我啊在那边收了很多金子，我想麻烦你陪我回去拿，万一半路有人来抢，你的功夫那么好，可以做我的保镖啊，好不好？帮我嘛。好，我就护送你回去，然后再护送你回来。好啊，我们走吧。还好啊，我收的好，一定都没少。可以走了吧？再见了。哎，你说好要跟我一起回去的。你以为我真的要跟你学道啊？好了好了，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吧？这个给你吧。一定不够啊。再给你一定吧。金子我没有吗？哦，我高兴的都忘了。那珍珠链子你应该没有吧？还真圆滑啊。当然啦，你看，这可是真的珍珠链子哦。我说的是人，不只是圆滑，而且还真够狡猾。哎，你要怎么说我呢？我都不会生气的。我的人就是这样了。我不喜欢的人呢，就算得到我的人呢，也得不到我的心的。我没空招呼你了。对了，今晚啊，来花锦楼的客人又会多的爬到街尾去了。说什么环境迫不得已才会戴上假面具？你不要再装模作样了，只不过想博取别人的同情而已。哎呀，我的脸才几天罢了，怎么变得这么粗了？哎呀，糟了糟了！还说什么3针9裂？哼，你别再骗人了。你有完没完呢？我的人怎么样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总之一句话，我呢是不会做什么道姑的，请吧。喂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哦。在画室呢，我是怕你呀，可是在这里呀，阿生阿好。小姐，小姐，下。你别以为只有你一个人会武功，我这2个护院呢，他们是曾经打死过人的。快请这位吕公子、吕大爷走吧。请。
你来看，这手镯衬不衬我的衣服啊？衬也没用啊，你看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冷清啊？你们有没有将我重出江湖的消息传出去啊？怎么会没有？你呀，可是这里的花国状元呢。唉，奇怪，那些男人不是一个晚上全都死光了吧？哎，客人来了，客人来了！哎，来，快来招呼吕公子啊！快来呀！快过来呀！哎，来，快过来呀！哎呀，快过来！好好招呼吕公子啊！哎，到底怎么不是？别怠慢吕公子啊！快点！早走啊！牡丹，快来招呼吕公子！吕公子是我们今晚的大客户啊！我有更重要的客人要招呼。今晚没有客人来了，吕公子已经全包下了。什么？是啊。给我准备最好的酒菜，我今天要好好在这儿请大家吃一顿饭。哎呀，谢谢吕公子，谢谢吕公子啊！别以为有几锭金子就大不了，我倒要看看呢，你能把花锦楼包下多久？就算我没有包下，那些上门来的客人也会找春玉、秋香，还有宝莲，绝对不会找那个有病的牡丹的，对不对啊？你到处乱说我什么？你快给我说清楚啊！啊，你在跟我说话呀？哎呀，没什么，人们只是在议论说王丞相要纳你为妾，你不肯，这当中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还说他也许有什么病。哎，我也是听说的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一定是你在散播谣言。哎，你可别冤枉人呐！哎，我听说你们这花锦楼的麻婆豆腐特别好吃，有没有啊？有，洗脚水呢就有一大盆。花锦楼是这样招待客人的吗？哎，吕公子当然不是了，当然不是了。哎呀，牡丹，别得罪我们的财神爷啊！哎呀，你这臭！哎呀，牡丹，吕公子别生气，我叫牡丹向你赔罪。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。牡丹，快给吕公子赔罪。大爷，我今天的心情不好，不想说话，弹琴给我听。快去呀！好，大爷想听，白牡丹怎么敢说不呢？哈！哎呀，吕公子别生气嘛！刚才这样戏弄他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也是为他好，这样对他真是不公平。我会先述他什么都不会。啊？谁呀？吕公子还没洗好啊，让我来服侍你吧。哎，你别过来，不用了，放在那儿就行了啊。谁叫你吕公子给了这么多金子，我怎么可以不好好服侍你呢？让我给你擦擦背吧。哎，你干什么？男女授受不亲呢？哎呦，你以为这里是学堂啊？这里可是花锦楼啊！做生意嘛，就有做生意的规矩。卖猪肉啊，也要给足人家斤两。我们花锦楼的姑娘一定会把客人服侍得舒舒服服，让客人满意的。让我来服侍你吧。哎，你别过来！别害臊啊，来。喂，想跟我斗？幸好我跑得快，牡丹仙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难道越堕落越快乐？算了吧，董斌，我看你可以死了这条心。师傅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不要再玩这个游戏啦，赶快结束吧。不行啊，我不能让他在这儿待一辈子的。吕公子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师傅，跑得这么快啊，快来呀，天下一个值千金呐！哎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来，喂，来这里就是想风流快活吗？你怕什么？假正经呢？来呀！哎，不要再玩了，女孩子矜持一点好不好？你说什么？笑死我了！哪有客人叫青楼女子矜持一点的？真是的！哎呦，让他碰一下，我连骨头都酥软了。董斌呢？3事为继啊，没得救了，走吧。喂，你说我什么？我又没犯着你。这女人变得真下贱了。哎呀，淫荡啊！死老乌龟！哎呦！哎，怎么跑得那么快啊？哼，难道他们2个都懂得法术？哎，我明白。你内疚，那是因为你觉得是你害得牡丹仙子转世投胎为妓女，你想度化她。可是你不要忘了，哪有青楼女子不是水性杨花的啊？师傅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呢？不是吗？
那些青楼女子啊，都是些不顾尊严、丧失人格、专门勾搭男人的骚货嘛。师傅，你不可以这样藐视他们的。青楼女子也是人，也是血肉之躯，他们同样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。世人只晓得他们卑贱，可有没有想过，千古以来这个行业为什么可以继续？那就是因为有养他们的人呢。可是你不要忘了，牛不想喝水，能按得牛头低吗？人呢，最重要的是自己的意志力呀。师傅，我不这么认为。你知道以前这个地方关过些什么人吗？全是些可怜的小女孩，她们刚来的时候也是不愿意，结果就被人打，打得皮开肉绽，血流不止，每天都有人唉声叫苦。试问有谁可以救他们脱离苦海呢？为了生活，只好委曲求全，唯一的希望是什么？就是希望碰到好人能为他们赎身。可是世人的眼光却是鄙视多过同情，甚至有人笑他们是自作贱。师傅，那天要不是我跟到相府，恐怕牡丹她已经完了。谁在那边啊？董斌，你刚才那番话太感人了，他听了还不能够觉悟的话，那你只好死心了。师傅。我刚才说的全是肺腑之言，哎，真也好，假也好啊，你听我说，适可而止。我不是要泼你冷水啊，你要度化他，只有3个字：难，难，难。师傅，难道你忘了当日你度化洞宾，也是费煞苦心吗？要不是那时候我黄粱梦醒，只怕现在我还是个凡人。那是因为你有仙骨啊，一点就行啊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仙的。可惜我现在还是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。我是怕你定力不够啊，你救不了他，反而让他害了。我怎么睡不着呢？才听他说了几句话罢了吗？有了，哇，金灿灿的金子，多可爱啊！哎，还有雪白的珍珠，才是我的最爱嘛。这是特效药，这次啊，一定会灵的。烦死人了！哎呀，饶了我吧！天若有情天意。谁是洞宾呢？我刚才在梦里，真的。你别装蒜了，人家说啊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你还是认了吧。英姐啊，我看呢，你8成是少听了几句。我最后还说了什么？乌龟王八蛋，你快走啊！你真的不喜欢他？我啊，一见到他就讨厌了，怎么会喜欢他呢？他每次一见到我就跟我说道，烦死人了。不行啊，我看啊，找一天我一定要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没事儿。
仙姑，穿山甲，你来干什么？你这妖怪，害死我娘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是他自己咬我中毒而死，不关我的事。站住！你到现在还在狡辩！你这妖怪，拿命来！啊！够了！怎么，你破坏手是打不过我，还是功力尽失？少废话！呀！不要开杀戒！你到现在还帮着他？我叫你来，不是让你来杀他。为什么你还不能忘记以前的仇恨呢？难道你忘了吗？你娘临死前叫你不要报仇的。你先是阴阳使者，你也答应阎罗王要忘记上一世的仇恨，为什么还要把这件事带到这一世来呢？亡母丧妻之痛，你能感受得到吗？谁说我不能感受到？穿山甲曾经杀了我的感受难道及不上你？观世音菩萨曾经跟我说过，仙人是不可以有戾气的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丈夫，你忘了你的仇恨好不好？好，今天我就饶了你，下次再让我看见你，我一定杀了你！哼！我以为让你们相见，你们可以握手言和，看来我是彻底失败了。仙姑，你敢说，你刚才没有动杀机吗？我并不想杀他，我只想自保。你想化解你们之间的仇恨，你刚才就不应该还手，你应该以德报怨。刚才是我的定力不够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能做到。崔长房，真娘，真娘，你怎么会回来？你猜一猜啊？你不是真娘，你到底是谁？你不记得我了？我是东海龙王的女儿，龙三公主啊。什么？你就是龙三公主？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小女孩，怎么现在长得像真娘一样？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幸福的女人。幸福？一个女人80多岁，还有一个深爱她的丈夫，一点也不嫌她丑，真令我羡慕哦。我是在幻境里看见你们很恩爱的。喂，龙三，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。真娘已经死了。哈？难怪她那么伤心，都怪我不好哦。不知者无罪，不要再责怪自己了。很香啊，很香啊，很香啊，很香。这道菜很好吃吗？你是谁呀？我你也不认识啊？她可是东海龙王的女儿哦。他竟然说我的东西不好吃啊！要是他能够煮了一手好菜，让我食指大动，我就写个福字。好啊，不过你是输定的。好啊，好啊！真是色香味俱全，看着都舍不得吃哦。哎呀，我张国老真有口福啊！哎，这些呀，只不过是小儿科。啊，你说还有更好吃的？当然了，怎么样？可以写个福字了吧？福，不如这样吧，以前仙姑要我收她做徒弟，我都不肯。你呢，我就例外。不过我教你一招，你就要煮一道好吃的菜给我啊。说得对。痛死了！我才不要啊！你不拜也可以。你喜欢什么，你说好了，只要你煮好吃的给我啊。我要做你的师傅。不可以。你叫我师傅，我就教你怎么煮啊。怎么样？你不叫，那就别想吃了。嗨，国老，看来这一次你得向你的肚皮低头了。叫就叫，你不准赖啊！
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乖徒弟。师傅，发生什么事啊？这是地府的事，不用你们操心，我自己来处理。那你不准来的啊！原来是你！快把那些厉鬼放出来！还找不到你！你这女魔头，看你往哪跑！你是？哼，你不认得我，我可认得你。我当你这么活泼可爱，可是你竟然把我的龙尾给砍了！住手！怎么看到我就怕了？哼，你这女魔头，把我的龙尾还给我！罗萨，你没事吧？女魔头，你别跑！厨房娘，王母娘娘的蟠桃你别哄我开心了。是真的，是孙悟空偷采的时候掉下来的。虽然这桃子不太熟，但是怎么说也是鲜果。你一个我一个，吃了吧。哎，为什么你不吃啊？不，还是你吃吧，让咱们的孩子也补一补。我吃不等于他吃了吗？你自己吃吧。哎，几千年来，龙一直被称为至尊，而咱们蛟也一直被人瞧不起，因为我们没有成型的五爪，没有成型的龙角，结果就被打成妖。所以你立誓一定要比龙更厉害。天助我也！天助我也！娘子，现在你怀了孕，又得了2个蟠桃，只要这2个蟠桃吃下去，咱们的孩子就会有仙骨，那就不怕被人家瞧不起了。可是你吃了，一定也可以增加功力啊。不，我不要紧，我们的孩子才重要。仙姑，你真行啊！用这种方法考验他，哼，我看他一定过不了关的。你没听张口老说过时是吕洞宾的事吗？听过，我徒弟跟我说过了。啊，原来啊，收徒弟要经过这么多考验的，那我不是便宜了张国老吗？哼，不要紧，我帮你试试他。喂，你不要做了，白费心思的。要雕兵也要到雪山去嘛，这里呀是温泉，你知道吗？哼，我扇，哎呀，融了！哎呀，融了！别扇了！哎，别扇了！别扇了！别扇了！那就放弃吧。你别扇了，手快融了！别扇了！
仙姑，清心寡欲，无为何尽？万物清净，则道自来居。清其心源，静其气海，常清常静，不起纤毫尘念。喂，我在跟你说话。乖，喝了就好了。我特地过来看你，还为你煎了药，你怎么会不喝呢？好了，我等一下再喝啊。人家的头啊，疼死了。我知道你头疼，不就为了那个吕洞宾吗？他现在还赖着不走，而且还成天找你讲道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我前世到底欠了他什么。还有啊，也不知道他哪儿来的金子跟银子，好像用不尽似的。你放心，他有他的张良计，我有我的过墙梯。我已经帮你想个办法对付他了。对付他？是啊，很容易的。赶不走他，那就让他瘫着。你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在他的菜里头放了……哎，那药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哦，是消骨散。人家说啊，吃了会连泻749天，连骨头都散了。哎呀！啊，不要吃，菜里有毒的，快点儿，找大夫解毒，快点儿。我没中毒啊。我是说真的，吃了就来不及了，快点儿啊！哎呀，我真的没事。就算这菜里真的有毒的话，我有法力可以驱毒的。你是真的没事啊？可是英姐，她是不会骗我的。搞了半天你想撵我走，所以在菜里下毒啊？才不是，只是一个姐妹开玩笑罢了。怎么回事？你笑什么？你自己看。哎呀！英姐，这么巧？我帮你看一下。这支签呐，我去年也求过的。如果是求财，就马马虎虎了；如果是求姻缘，这可是上上签呢。哎，你求的是什么？看你的样子啊，一定是求姻缘。来，你看，蟾宫月殿桂飘香，玉妾团圆万里光，这可是上上签呢。说你得如意郎君，如鱼得水。真的？这么说，我跟那吕洞宾真的是有缘了。你还怀疑什么呢？月老的签呐，是最准的。哎呀，英姐你怎么了？啊，老毛病，没事，我去医就来。她就是白牡丹。我是吕洞宾的师妹呀，记得吗？上次我们在竹林见过面。啊，看你的样子，一定是向月老求到好签喽。失陪了。哎，给我看！喂，你什么好签呐？是下下签。你会不会解的？让我看。蛇身异域变成龙，只恐命内运未通。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说，蛇想变成龙是变不了的。你胡说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刚刚明明是上上签嘛。我看你是嫁不出去的。
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？不是吗？谁要娶青楼女子做妻子啊？青楼女子人尽可夫，我是男人呐，娶了也觉得丢脸呢。谁说青楼女子就嫁不出去啊？是不是姻缘求到下下签就要去投河自尽呢？哼，那不是满河都是尸体了吗？仙姑啊，我看你们还是放弃了吧。这个人呐，一点仙骨也没有，肯定啊度化不了他。是啊，要度化他真的是很难，尤其是遇到龙三公主跟他打对台。吕公子，吕公子，我10岁的时候就被卖入青楼做丫鬟，每天被人呼来唤去的，一刻也闲不下来，还常常被无故打骂，连觉也不能睡。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，还要去挑水，后来我不小心跌倒了，跌破了头，流了很多很多血。当时我只会哭。后来梅姨听见了，她就来救我。她还跟保姆说，不要再让我做粗重的工作，要我永远的跟着她。你说，她是不是对我很好？她真的很喜欢那个关公子。关公子也答应娶梅姨，可是他回乡之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我走了。这古琴啊，仲斌一定会喜欢的。姑娘，请留步。我不看相。哎，姑娘，你的面相带杀气，恐怕亲人会遭殃哎。你胡说什么？姑娘，你买古琴是不是送给心爱的人呢？实不相瞒，你有克夫之相，恐怕会……你别一开口就没句好话，什么杀气克夫之相，你别胡说八道。姑娘有克夫杀气之相，免得祸及旁边的人啊。哼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你最好不要靠近我。不然的话，我会把你给害死的。哼！啊，姑娘，我所说的都是实话。姑娘，你唯一的办法呢，就是去道观修行，解除七情六欲，弥补你的前世的罪孽，今世修成正果，免得下世再来受罪啊。如果啊，你说的这么灵的话，不如我就嫁给你吧，看我会不会把你给克死啊！胡说八道。你别听那个相士胡扯，什么克夫相？我记得以前有个相士说我是旺夫相，结果怎么样？不到3年呐，我的相公就死了。没事的，你遇到的那些啊，只是巧合。这一切真的是巧合？我觉得这道士所说的，也不全是无稽之谈呢。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我猜啊，一定是有人也喜欢吕公子，想要跟你争，所以呢，就找了一个相士来吓你呀。你在说谁呀？啊，我只是猜猜而已。你不是说吕公子有个什么师妹的吗？对呀，那天我去求亲的时候，他也在。那依我看，那个吕公子一定是很喜欢你，可是他又怕你以为他是个花花公子，就找个什么道士的跟你讲道来接近你。既然你这么喜欢他，那还犹豫什么？他有多少金子呢？我不知道。就算他没有，可是你有啊。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还不是想找个如意郎君嫁了？难道你想一辈子留在青楼吗？
可是，万一那相士说的是真的，那我不是害了他吗？哎呀，那个相士也不知道是从哪儿钻出来的，他说的话你就信，那我说的话你就不信，枉我们俩还是姐妹呢。英姐，你不要生气，你生气的话，我的心就会更乱了。好吧，好吧，英姐不生气，不怪你就是了。换成是我，可能也会跟你一样呢。那，你慢慢的想吧，不过要想清楚哦，免得以后后悔。你说过18罗汉其中有一个是女的，哎，怎么她的头饰跟我这么像啊？因为我觉得她应该长得跟你一模一样。怎么有这么多金子也没人要？不是有人说过很喜欢金子的吗？是啊，我以前是把它当作比一切都重要，可是现在，这些金子都是客人赏给我的，也可以说是我白牡丹利用美色去哄骗来的。以前是我最大的安慰，我睡不着的时候，只要把它拿出来看，我就可以入睡了。可是现在，我要把它捐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。你终于悟到了。随你怎么说。这琴呐，是要送给你的，你喜不喜欢？在我雕兵的时候，我的心里、脑海里全都是你的样子。如果你喜欢呢，我就把它送给你当定情信物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想你，我真的好想你。不会的，你不会的。是真的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你教我做人应该真实坦诚，说话也不应该有所掩饰，所以我就把心里的话告诉你。我真的很喜欢你。你在跟我开玩笑是不是？你不要再说了，我李东斌绝对不会动情，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。你为什么要拒绝我？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，花锦楼有这么多姐妹你不找，为什么偏偏要找我呢？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，只是你不敢说罢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发誓，我穿山甲对仙姑的心永远不变。我白牡丹卖笑不卖身，今日我愿意为公子献身。昨日忧伤回忆尚未远去，那缥缈未知的明天又已来临。这一段旅程到这里，暮色又有凉意。我不孤独，因为我有你。来时的路，多少青春任由飘零，怎能叫我不珍惜？人海中没错过你，在梦里，远方传来阵阵哭泣。这时我还没遇见你，心茫然无依，从今后跟着你，飞向来日所有回忆，飞向最美